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Valerie。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呢是关于新加坡 PR 申请的 Q&A。我有收集一些大家经常在 PR 申请时候会遇到的问题，在这里为大家一一回答。我的频道呢是向大家介绍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干货，让你更全面的了解新加坡。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干货的更新哦。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我该如何申请新加坡 PR？ 申请新加坡 PR 呢，你可以登录 ICA 的网站 www.ica.gov.sg， 我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在影片的下面，然后从那里可以用它的 e-service 来登录申请 PR。 如果你想知道详细的内容，可以点击这里来看我之前拍过的视频，获取更多的详细信息。第二个问题，马来西亚的出生证明如果是原版的，需要提供英文的翻译版本吗？马来西亚的出生证明呢，其实是不需要翻译的。目前为止呢，新加坡政府是可以接受马来文的原有的出生证明的。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以后会一直是这样哦。如果你是比较谨慎的，还是建议你到有执照的这个翻译机构进行翻译认证哦。第三题，马来西亚人拿台湾的 degree 可以申请新加坡的 PR 吗？这个的答案呢是可以的哦，只要你的这个大学是台湾政府认可的，那么并且你也自身符合申请 PR 的这个标准，那么你就可以申请 PR 哦。第四题呢，有人问的是 Current Employer Letter 和 IRAS 的 Consent Letter 是从网上下载还是需要自己写的呢？这里呢 IRAS 的 Consent Letter 是需要我们从 ICA 的网站上下载，然后填写的。但是雇主证明呢是需要你的雇主或者你的公司的 HR 起草的，所以需要跟你的雇主啊，还有 HR 提前打招呼。第五题呢，新加坡 PR 到手了，还能保留自己原来的国籍吗？新加坡 PR 呢是永久居民的身份哦，并不是国籍，所以你还是保有你原来的国籍，所以是没有影响的。第六题 ，PR 申请需要提交大学成绩单吗？大学成绩单对 PR 申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印度和中国的朋友们，你们要注意喽，因为印度和中国国籍的朋友们，你们是需要提供大学成绩单的，这个是属于一个硬性要求。而其他国家的公民呢，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这个只是一个 optional 的，就是选择项呢，你可以是不提供的。那么如果是硬性要求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提供，因为你不提供的话呢，这个就代表你的申请不完整，所以不完整的话，自然你的 PR 申请就会被作废。第一题呢，就是有朋友问，如果我在新加坡待超过10年以上，我的 PR 申请会不会更加容易？关于这一题的答案呢是不一定，不代表你在新加坡待的时间越长，你申请 PR 的这个难易度就会越容易，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你自己本身的综合条件。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条件特别好，但是呢，如果你在新加坡待的时间特别长，并且没有尝试申请 PR， 有可能新加坡政府会认为新加坡并不是你的首选地。其实这样的话呢，也是蛮危险的。所以 PR 申请成功呢，有很多方面的考虑。如果你想知道详细的内容呢，可以点击上面去看我之前的影片，7个 PR 申请被拒的原因，这样你就会能够知道更详细的内容了。第8个问题，新加坡的 PR 是一辈子的吗？这一题呢，让我从2个层面来回答。其实新加坡的 PR 呢是没有期限的，但是呢，跟它绑定的有一个叫做 REP 的这个文件。REP 代表的是 Re-entry Permit， 一般呢期限为5年，也就是代表说呢，每5年你需要延期一次。那什么是 REP 呢？ REP 呢是一个允许你以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自由出入新加坡关卡的一个证件。那么 REP 的存在呢，是代表你的永久居民的身份是有效的。那么5年之后，如果你没有办法成功有效的延期你的 REP， 那么自然的你的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也就是没有效了。如何保证 REP 的这个有效期呢？主要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你自己本身需要在新加坡长期的居留。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需要在新加坡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这2点的基础之上呢，你就可以保证在每5年延 REP 的时候能够顺利的延下 REP。第9题呢，就是有朋友问，如果我在新加坡创业，或者是拥有一间公司，我是否能够得到一种签证？
甚至说呢，是否能够通过我的公司或者创业来得到新加坡的 PR。如果你在新加坡创业或者拥有自己的公司，那么你可以申请新加坡的创业准证，或者是新加坡的工作准证。第一种呢，是你必须是一个管理者的身份，而且呢，每个月的月薪是要有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创业准证的申请时间呢，ICA 是经常会改变的，所以呢，需要在 ICA 接受这种准证申请的时候才能够展开申请。那么比较常见的呢，是用自己的公司为自己申请工作准证，大部分的情况是1批，然后等到自身符合 PR 申请条件的时候呢，就可以进行 PR 的申请了。如果大家对怎么通过创业来得到新加坡 PR 这条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可以根据情况来做一期这方面的节目哦。第10题是有朋友问，如果我拿到了新加坡 PR 之后，是否可以申请新加坡公民？这个的答案是 yes， 是可以的。一般上拿到了新加坡 PR 4年后呢，就可以开始申请新加坡的公民了。但是每一个人呢，拿到 PR 的这个途径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呢是通过工作，有一些人呢是通过读书，有一些人是通过结婚。所以根据不同的途径，我们每个人申请公民的这个要求可能就会不一样。比如说呢，如果你是通过结婚而获得新加坡 PR， 其实你在新加坡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2年以上，你就可以开始考虑申请公民了。如果你对公民申请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推出相关的视频哦。第11题呢，就是有人问，如果我的伴侣是新加坡公民或者是新加坡 PR 的话，那么我嫁给他或者我娶了他之后，我是不是也可以申请 PR 呢？这个问题呢是当然的，无论你的伴侣呢是新加坡公民还是新加坡 PR， 如果你们合法结婚了之后呢，你都可以通过他的 sponsorship 来申请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如果呢你想了解 PR 申请都有哪些重要的决定因素的话，请参考这里来获知更多的详情哦。第12题。如果我是新加坡 PR， 但是目前在海外居住，我还是可以延期吗？我的 PR 会不会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总体来说是可以的。你可以登录 ICA 的网站，点击 REP Renewal 来进行延期。但是呢，延期是否成功，还有能延期多久，就要根据你本身的情况来看了。一般上，如果你长期居住在海外，你的 REP 一般只能够延期1年。如果你经历了3次延期，那么你本人还生活在海外，你可能将会面对你的 REP 无法继续延期的情况，这也代表你可能会失去你的 PR 身份。所以呢，大家常居海外的朋友们，你们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哦。第13题呢，有朋友问 ICA 对原件审核有什么要求？会不会需要出示原件，还是说只需要出示翻译后的公证的原件就好了呢？ PR 的第一步呢，我们都知道是网上提交，对吧？如果批准后呢，就会有面试。然后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呢 ，ICA 的官员呢是需要审核你的文件原件的，这包括呢你需要出示这个原件的版本，也需要出示翻译后的公证原件。换句话说呢，所有被要求在第一步提交的文件的原件都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呢被 ICA 的官员当面审核。第14题，有朋友问，那么在新加坡到底是居住了多长时间才是最佳的申请时机？其实这个是看个人的情况。如果你是在这边过来读书然后工作的呢，那么你读完书工作后1年就可以开始申请了。如果你是直接过来工作的话呢，我建议你是2年以上。实际上呢，申请 PR 的最好时间就是当你符合 PR 申请的要求，并且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申请时间了。下一题呢，有朋友问，如果是女儿或儿子是新加坡公民，为自己的父母申请 PR 可以吗？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如果你的女儿或儿子是新加坡公民，是可以帮助自己的父母申请 PR 的。主要的决定因素呢，就是儿子或女儿的薪水。如果父母这边呢是本身没有自己的收入，比如说一些养老金或者是被动收入的话，那么孩子的薪水自然是越高越好，尤其是在他有家庭的情况下。如果是单身的话呢，一般月收入至少要在5000块以上。如果父母是有养老金的，那么薪水的这个因素可能在 PR 申请当中占比就会小一些。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疑问的话，欢迎你们留言在下面，我们会陆续收集更多关于新加坡 PR 申请方面的问题，然后有机会给大家再做一期 Q&A 的回答。接下来我们会开启新一系列的视频，关于新加坡就业的问题。我的频道呢是向大家介绍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干货，让你更全面的了解新加坡。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干货的更新哦。我是 Valerie，我们下期见喽。